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喜马拉雅山地下基地第二部。在1969年的法国农民罗伯特呢，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引领到了喜马拉雅山的深处，进入了一个外星基地。在那里呢，他就度过了1年奇幻的时光，与地下的外星文明呢共同生活和工作。这段经历呢，被外星人要求保密40年，而罗伯特呢，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直到2005年呢，他向外界公开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在2012年出版的一本法文的书籍《法国不明飞行物》一书呢，在这本书中就揭秘了罗伯特对这个神秘地下基地的描述。他说这个基地呢是位于拉达克附近，拉达克呢位于现在的印度，是印度人口最稀少的地方。那拉达克活动的区域呢，文化与历史都跟西藏是密切相关的。罗伯特说呢，这个庞大的基地的设施就完全的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地下，所以一般的人或卫星呢是无法侦测到这个地点和设施的。那在这个基地中生活的他呢，有一天晚上，这个金发的生物学家就询问他说，你想不想了解我们每一个星球的工作方式呢？因为我们准备开一个星际会议，这个会议里许多星球的人都会到来。我说当然可以啊。于是第二天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椭圆形的大厅，中央呢就摆放着一张巨大的椭圆形桌子，周围呢与太空船舱非常相似的那种椅子。起初呢，大厅内空无一人，但是很快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开始陆续出现了。那在场的人呢，肤色各异，有黄皮肤、红皮肤、黑皮肤，有的看起来像是来自于中国的面孔，有的呢则像是印度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高呢各有不同，有的高达2.5米，有的1.1米，有的1.2米。尽管外表千差万别呢，但是他们看起来呢都像是人类的一员。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桌子正上方的那个巨大的球体它像是一个发光的能量球体。那在其中呢，可以清晰的看到太阳系的各种天体在不断的变化和进化着。有一次他说，我甚至看到了1颗行星以及3颗恒星在演化，就很像是我们所看的那个三体一样的那种星系。那生物学家呢指着那个球体就对我表示示意说，你看宇宙是多么奇妙在这个神奇的空间里，人们偶尔相互对视交流思想，有时候呢用喉音交谈着什么。他说，虽然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超越语言的理解与共鸣。最奇幻的是，他说我就发现这个球体里面仿佛也像住着人一般，向外张望，并与座位上的人进行着无声的交流。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场景一个内部装有太阳系的大球体，它的气势恢宏壮丽无比。那一刻他说我就意识到，我们人类确实是非常渺小的存在，而且我们的星球呢并非是孤立无援。外星文明就表示呢，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种族是有多样性的，但是依然呢他们都是人类。当然了，宇宙间存在着众多种族，他们是形态各异的，却同样独特，大家都是宇宙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嘛。而之所以你们地球会发生战争呢，就是因为你们有太多的憎恨和计较了。外星人说，我们的星球跟你们地球也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大气层也很像地球。不过呢，我们的星球呢只有一个政府，统治者呢平等的关怀每一个生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的，没有人会想要榨取其他人。我们也没有金钱的概念。我们的世界呢是由一个全球性的政府管理，甚至呢在更大的星际中呢也有各自的代表，不仅监督着成熟的星系呢，也关注着那些尚在发展中的文明。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地球呢也是受到了这样关注的。他说，据我所知呢，我们的星球无时无刻的都在被监视着。外星人就告诉他说在地球文明开始之前呢，他们的文明已经领先我们2万年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行为以及对这颗蓝色星球呢充满了兴趣。虽然他们秉持着仁慈与不干涉的原则，尊重自由的意志，神圣而不可侵犯，但是他们还是对于人类造出的核弹并造成的灾难而感到担忧，并希望人类能够警醒审慎行事。在极端的情况下呢，如果核冲突再次爆发的话，他们会保留干预的权利。但是当时我就问这个外星人了，如果地球上的统治者没有那么盛气凌人，你们会否公开与地球交流呢？他们说会的但是不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星球距离地球太远了。但是我知道曾经有其他星际的成员访问过你们地球的统治者，还问他们是否需要任何协助。他说，你猜你们的统治者怎么说的呢？你们的统治者拒绝了，而且还开始限制有关于外星信息的流通。像是明明已经有其他的外星生物造访地球，你们拒绝承认，而且还试图混淆视听，阻止了公众了解宇宙中其他智慧生命的真相。为了让人类不要一直存在于骗局之中外星文明决定向人类展示他们存在的能力。
于是他们就开始间接性的在人群之中现身，以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呢，逐渐的就增加出现的频率，努力让人类慢慢的接受他们的存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希望让全世界意识到宇宙中的智慧生命无处不在。他说我还问外星人未来有没有可能跟人类大规模接触呢？外星人透露说这个大规模的接触决定权在于太阳系的一个负责人手里，而这一决策呢将在2099年前揭晓。他说我们的星球以及那些已经拥有尖端科技的文明呢，都是由一群精英科学家组成的行星政府呢所指导的。那这些科学家呢被我们尊称为灵魂民意测试者，他们不仅精通科学更拥有洞察人心深处的能力。他们构成了一个覆盖整个恒星系统的网络，他们能够透视人们的真实想法和他们的情感。那这种能力让居民和领导者都对他们敬畏有加。他们无需借助任何的交通工具既可以自由穿梭于星际之间。在我们的社会中呢，任何对道德准则质疑、不服从或者是欺骗呢，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然而在严格的秩序之下呢，我们也享有极大的个人自由包括自由的探索访问其他的星球他说我们大多数的居民呢，都曾踏上过那些高度进化的世界。有时呢，我们也会乘坐宏伟的飞船，去见识其他星系的各种系统和组织，并从中呢学习冲突与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外星人还说，我们深知偏离目标，也就是那种高度的道德准则是危险的，因为我们重视秩序、纪律、进步以及实用性的追求。懒惰呢，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工作，并接受与其技能相匹配的职业。如果有人渴望更轻松的工作呢，他们将失去更多的优势。我们的星球呢，着重于每个人的能量的提升。我们的出生并非随机事件，每个新生儿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评估规划的结果。那孩子们呢，在到达一定的年龄后呢，都会被送往评估中心，并接受相应的培训。大约在12岁时呢，他们将离开父母开始承担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所以我们的星球最高的准则就是有高度的道德灵性的提升，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广所以当地球准备好迎接新的时代时呢，我们或许就能与你们见面了。而外星文明说我们来自于邻近的遥远星系一个我们的科学家都尚未触及的神秘领域。他们的外表呢与我们惊人的相似金发，眼睛呢有点像东方人的凤眼，身高2米，但是他们的手臂略长于人类。他们中的女性呢尤为迷人，美得几乎让人心动。而外星文明还向我展示了他们携带的球形装置，它能够轻易地分解一棵大树，并向我传授了关于时空旅行和磁能的深奥知识。而他们还说他们的寿命可以达到400-500岁。那死亡呢，对于他们而言并非是终结，而是灵魂永恒进化的一部分。身体呢不过是灵魂的临时居所而已。那作者就说他说我自幼呢是在天主教的环境中长大，牧师们教导我们的只有遵循教义呢才能够见到上帝，未受洗礼的孩子呢就无法进入天堂。那面对这些外星访客的言论，他说就跟我的信仰之间是不断的在冲突的。他说我不禁的就陷入了沉思，我到底应该相信什么呢？那外星人继续说道你可曾想象过宇宙的秩序对于我们人族意味着什么？他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宇宙秩序呢，涵盖了生命的万象的自然法则，从诞生到衰老再到死亡，从行星的运转到它们的诞生、结构和演变，从太阳系的运动呢到分子的微观世界，这一切呢都与宗教无关。他说你以及宇宙中的每一个生命体都是由这个能量体和力量编织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呢宏伟的超乎了你在地球上所能够想象的所有范畴。他说我们就希望你能与我们携手合作，虽然这对你来说可能不是简单的事情请你放下成为农民的那种梦想，我们需要你完成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引领你们的星球呢在星际间迈向进步。外星文明还说呢，这个心灵与肉体是可以分离的，而心灵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存在的神秘面纱。他说一旦我们的拓展意识到达了边界，便能够发现人类是何等奇妙的存在。我们需要逐步的引领大家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你们的地球的科学家们也正在接近于发明一种能够实现心灵与肉体分离的装置。他说我就坚信你们离这一天突破并不遥远了，或许30年就可以做到，届时呢人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进步。可是说到这里呢，外星文明突然那个语气产生了变化。他说可是你们的星球正在遭受着破坏，你们正在虐待这个美丽的家园。比如说你们在采矿、采煤、石油，最终都改变了地球的磁场。未来地球呢将会穿越太空中的端流区域，
那宇宙中的一切呢，似乎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行星的系统也会重新的排列，有的远离，有的靠近，所以宇宙之舞呢，永远都不会停歇。在这场宏大的宇宙轮回之中呢，有些星系呢，最终会走向终结，而新的星系呢，则在诞生之中。外星文明还说呢，你们经历过第2次世界大战，数百万的生命消逝啊，你们地球人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已经显得很陈旧了，与我们的科学理念呢大相径庭。我们的科学呢，不依赖技术，而是深耕于灵性的探索。这正是你们地球人面临的巨大挑战。你们的经济模式建立在不断生产和消费的这个基础上，一旦停止呢，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而我们的社会组织啊，则截然不同。这就是你们地球为什么疯狂的追求什么页岩油啊，在地球的深处钻探的行为，以及给这个地球造成污染。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地球啊，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自然就会反扑你们人类。如果不停止这些行为呢，你们将会见证人类如何被遗弃。你们人类未来呢，取决于是否能够进化，是否能够避免冲突。如果地球开始觉醒啊，那将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行动，而是成千上万人挺身而出，为改善这个地球的生活质量而行动的。而作者就说，那如果我们地球人执迷不悟呢？外星文明就说啊，我必须指出，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的话，最后呢，会有一个直径1英寸的球体呢，便能够在15分钟之内摧毁整个地球的所有生命。但是呢，他说我们热爱所有的生命，我们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没有权利，也不能够这么做。而且这些呢，已经是我们几百万年前就做过的事情。如今许多的行星正处于发展阶段嘛，而另一些呢，则在进化之中。所以呢，所有的战争啊，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了。作者就说，在与这个外星文明相处的这段日子呢，我就发现他们的科技真的是超乎了人类认知的想象。他们拥有永远遨游太空的飞行器，还曾向我展示了他们引擎的奥秘。那是一种复杂的技术啊。他们用一幅图呢，向我解释飞船下方呢有一个巨大的圆环，内嵌着2个反向旋转的环带，产生的能量呢是胜过于原子弹的。而外星文明说，这种能量是无穷无尽的，只需要一个小盒子呢，就能够替换我法国的那个标致汽车的发动机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无忧驾驶，即使是汽车开到报废呢，那个小盒子呢依然能够无限的运转。而他们的飞行器航行的方式呢也令人惊叹。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太空旅行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简单的直线飞行，而是通过引力走廊。他们甚至呢可以到别的星系，只是需要压缩路径和时间，自由的选择想要抵达的星系的时间即可了，不用考虑速度的问题。在地下基地的这段时间呢，他说我从未见过外星文字，只是有一些图腾而已。我确信还有其他的人与他们有过接触的。当我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透露已经大约有30万人呢与他们接触过了。那在1969年的10月27日的清晨呢，生物学家就邀请我加入他们前往法国的短途旅行，我欣然就接受了嘛。生物学家就说呢，明天我们会来接你一起去兜风。那第2天呢，他说我们就乘坐电梯到达了一个平台那里就停着一艘太空船。生物学家和民俗学家就陪伴我左右。当我踏入飞船的时候里面有几位乘客已经在那里了，一个严肃的船长和2名飞行员。他说他们的目光非常的锐利让我当时呢坐立难安。飞船内呢是有9个座位，我被告知呢这是一艘战斗舰，让我不禁的感到很不安嘛。那生物学家就知道了，并跟我说不要害怕，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我们要去兜风而已，我们会回来的。那随着飞船的底部变得透明如玻璃起飞后呢，我只看到了高度的变化，却完全没有感觉到身体在移动。飞行员就告诉我呢，我们正在飞越意大利的上空，我们将下降到1万米的高度，并把速度呢减至每小时600英里。在那里呢，你将看到2架法国战斗机。随后呢，整个飞船变得透明无比仿佛我们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玻璃泡泡中。而飞行员指向远方说，看那边。我的视线看向那边之后呢，是一个喷气式飞机的轮廓，它们逐渐被放大，逼近之后呢，我们紧随其后，巧妙的就攀升至了它的右翼，略高于它的飞行轨迹。那随着我们环绕着这个飞机一周呢，再次从下方切入它的右侧。他说那一刻我的目光就锁定在了这个法国战斗机的机身上的 FB 的一个标志上了。生物学家就强调呢，这至关重要，让我牢牢的记好这个标志。突然之间他说我就发现法国那套战斗机的仪表板仿佛出现在我们那个飞行器的屏幕上，然后很快要与我们碰撞在一起了。说时迟那时快飞机瞬间呢远离我们，变成了一个小点。那外星文明就告诉我说，如果我们的飞行器不远离你们的战斗机你们的战斗机就会被卷入到我们飞船下方的能量场，
到时候呢，你的飞机啊就会像碎纸机里面的纸屑一样被消灭的。那这次的经历呢，这个乔治梅斯呢想要去验证罗伯特所说的是否真实啊，便去查了当年的军用航空档案。乔治梅斯呢表示，在1969年的10月，真的有一架注册编号为 FB 的飞机呢在服役。那这份报告提到呢，当时2架战斗机飞行时就真的与一架无线电呼叫却没有任何反应的不明航空接触过，是不是很神奇呢？那作者就说呢，在基地度过了1年之后呢，让罗伯特就逐渐的丧失了农场生活的宁静那种节奏。随着离开的日子临近呢，他说我内心就充满了焦虑。终于呢，那一天到来了，生物学家、民俗学家呢和我就一起回到了吕纳克家旁边的那棵樱花树旁，几乎呢与出发时一模一样的坐标，毫无偏差。当我踏上土地呢，他们就递给我一个黄色的信封，他们就说这是对您在这个基地工作的认可和补偿。当我打开信封的时候啊，里面是100法郎的一张钞票，总共是27000法郎。他说我就好奇的询问啊，这笔补偿金的来源，你们不是不用钱吗？于是他们解释到说啊，我们中呢有些人外表酷似人类啊，在你们的军事基地或者是高科技公司任职，并在这个星球上建立了我们的组织。这笔钱呢，当时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说我就用它买了一辆福特汽车，至今呢我仍然驾驶着它。临别时呢，他说我深情地吻了2位金发的女士。他说我舍不得这次经历，还流下了分别的泪水。当我回到农场的时候呢，父亲竟然在前院还等候着我。他就告诉我说啊，昨天他收到了一封信，说你今晚大约10点30分就会回来了。而在过去的40年里呢，尽管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接触和联系，但是我与他们呢一直在利用心灵感应维系着联系。之后呢，他说我曾被父亲安排接管家族的农场，也准备签署继承农场的文件。但是从基地回来之后呢，我就记着外星文明告诉我的任务啊，我选择拒绝接受农场。而这一决定呢，让父亲感到很失望。随后呢，在这个罗德茨医院接受了专业的培训，成为了一名医疗保健的助理。在医院的走廊里，他说我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消逝，也尽力的为那些处于生命边缘的人们呢带去安慰和希望。他说死亡呢是离开身体的过程，是如此神秘特殊，有的时候呢它来的迅猛突然呢，有的时候啊却又漫长和煎熬。他说我就对这些过渡的阶段充满了好奇，并深入的研究了它们。他说我的工作就是让我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这一切，这也是外星文明们希望我做到的吧。记得有一天，他说我亲眼目睹了一个病人灵魂离开了他的躯体。后来呢，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呢，他兴奋的就对我说，他说太棒了，我还活着。他甚至看到了自己的遗体，并对此感到不可思议。那一刻呢，他突然放声的大笑，他说天哪，这太神奇了。那这个经历呢，就让我深刻的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奇迹是并存的。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